玩了2天的时间了，来这边做个游玩分享吧。今天是第3天的早上，刚好他推出的时间点，昨天是总统大选了，所以没有玩那么勤，进度的部分可能就稍微落后一点点。对我来说本身是没什么差啦，因为我都是无氪玩了。然后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 PC 版本的，如果在家我都是用电脑玩，如果只是打副本的部分啊，我就用手机进去刷一刷关卡。这款游戏的部分啊，可以给个90分以上哦，非常好玩哦。塔防策略的玩法，再加上每位角色在战斗场合有不同的输出环境，也可以搭配不同的战斗体系哦，所以这款游戏在陆服是非常受欢迎的哦，相信未来在台服推出也是极受欢迎的哦。那这样的情况就延伸出了许多复杂的争议哦，主要是这款游戏已经测试过好几次了，当玩家一多，攻略也是非常多的哦，所以在这款游戏的部分呢，比较不适合去看单一的节奏榜，什么 T0 角啊、T1 角啊，那些是比较不适合的，因为它最主要是体系的搭配上，就是很有可能核心角你入了不同的体系，它的用处就不大了。在进行快速介绍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网上的精华攻略吧。我所找到的网上精华攻略啊，连结都会放在下方留言区哦。那因为这是陆服刚开服的情况，不代表未来的后续版本，甚至是未来如果台服推出所采用的版本哦，仅供各位参考而已啦。你也不用觉得太复杂，因为我在玩的时候，基本上我也没有参考太多攻略，就直接开局了。我玩起来的体验还是很舒服的哦。对于无氪玩家来讲，你也没办法拿到那么多的强力角色哦。再来我们看下一个，这是另外一个攻略视频，一图流的，从左上方的新手开荒阵容，这是最基本的角色啦。如果你使用得当，你靠这些低配角色去打关卡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再来就是左方的体力分配、资源规划这一块，你一定要看哦，因为这个游戏的成长玩法和其他游戏比起来是稍微不一样的哦，所以在体力的消耗模式大概就要看一下，还有左下方的特别注意事项，还有后面会介绍的阶段任务6它的位置跟新手30抽的位置，还有右边的产出奖励，各式各样的循环奖励啊，还有双卡，一张图全部都呈现出来了，简单明了，很直接，也不废话。然后这里还有说明在开荒期你选择的绕痕属性上的配置要求，所以你大概记一下左下方那一块的记忆绕痕配置，4个攻击2个精通哦之类的，在做成长说明的时候就会提到了，这边先看一下，待会你就会有概念了。最后一个精华攻略影片，棉被攻略组的，你可以看得到它制作表格，它有分为体系的强度榜、中后期节奏榜，算是相当细心的。我们先看一下体系的强度榜吧。体系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属性队的搭配啦。我们先看队长角色，刚刚好由左至右，你可以看得到有浩昌、龙琴、崔远之、云无月，恰好这4位人气是非常高的哦。而在体系部分啊，像云无月它是10队的，它的输出是打百分比的，所以在场上你生存的越久，你的输出就是越大。我个人是觉得这一套，除非你有抽出更多的同属性角色，我是觉得还好，在前期也不是特别强哦。而像如果你的属性是火，或者是搭雷火，或者是水雷，都是挺好用的哦。甚至你这些都不看，你在初期1-2天你用物理队也行的哦。游戏在初期难度啊也不是那么高啦，所以也不用想得太过复杂。这个体系强度榜你大概就看一下，之后你抽到怎么样的角色以后，你再去做搭配。再来就是第2页水雷霜这一个区块好了，队长角色毛茸茸，它可以在地面射出一滩水，敌人碰到水了以后啊，再搭配雷队可以进行导电。那像第1位的耶夫娜，它是双的系别哦，目前的角色太少了，然后当前的活动池也是这位角色哦，是可以完全不用抽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保留转蛋券，等新角出现了。那这个是中后期的节奏榜，现在是刚公测而已啦，未来还是会有一些变动。以上就是相关的角色推荐，有比较好的文章都会把它放在下方的留言区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个新手易懂的快速介绍。这个游戏啊有3大重点，第一个重点，中间的刻印也就是队长的意思哦，前面的各属性体系都有队长人选嘛，中间你选的就是队长，然后队长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哦。你可以看得到有分为 B 级、C 级，甚至也会有 A 级的哦，然后就会有分数，这个分数也就代表着队长的强度哦。在这一块啊，就是把它叫做刻印，刻印的分数啊，它会影响到就是你全队的强度哦，所以分数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2个重点，激励，这个游戏的激励最多可以跌到20层，每一层加10%的伤害哦，跌到20层就是200%的伤害。激励的获取管道，除了部分角色它会自带的技能之外，绕痕也有提升激励的卡片。第3个重点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角色体系的搭配，还有绕痕的搭配哦。由于这支影片不会讲得太过复杂，所以我尽可能白话一点吧。我们先看转蛋池的部分，当前的活动角就是耶夫娜。要注意的就是这位角色啊，他不是新角，他在普通池
池就可以抽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玩家在游戏推出的时候，他们没打算抽那么多张卡出来，反倒是选择多存一些转蛋券。左下方，当你达到了30抽了以后啊，就可以自选一位角色。有一些玩家在这一块也是把它保留起来的。如果你选择全部保留起来，那你的角色就会变得非常少，然后依靠狄燕、苏小、田诺、霍南、唐路遥这些角色来度过，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转蛋券全部存下来，你多多少少还会去抽啊，就看你到时候是出什么样的角色了。在玩法部分有分为主线任务，打主线啊其实很短啊，你可能打掉一个章节以后就要等隔天了，甚至像现在要等3天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做阶段性的任务，当你做完阶段6的任务以后啊，就可以拿到这张随机的金卡，会出的角色就是下方这一块的这几位啊，然后这是日常，做日常可以拿到执行官经验，阶段任务也可以拿到执行官的经验，周场也会，甚至你跑去刷副本也会啊。这一款游戏的角色培养非常简单了，就是刷材料而已。接下来就是绑等级了，你也可以一口气刷很多位的角色材料，提升它的位阶哦。而在角色部分，可以提升技能，异化核心，指的就是同名卡了。这是空卡1张，然后第一阶段，当你再拿到1张了以后，解锁了新特性了。第3个阶段又有新特性了，这就是重点了。每一位角色你把它升好升满，就变成大家都一样。但是第1还有第3解锁的特性就是实现它的核心价值了。回到前面所讲的，保留转蛋券，先不要抽这位角色，再来保留30抽，自选一位角色，保留阶段6的任务奖励随机金卡，答案就呼之欲出了。转蛋的新角如果够强势，你就可以用大量的转蛋券去拿到那一位角色。再来呢，开出阶段6的随机卡，看出哪一位角色，加上超过100抽你出的所有角色以后，你就可以判定这张卡片你是要拿同名卡呢，还是你要拿其他的核心卡。当所有条件满足了以后，直接可以收集满一套较完美的体系。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你无法做主线任务的时候，你应该干一些什么事呢？首先是阶段任务优先做嘛，然后做日常，有经验的优先做。你要练的角色、缺的材料，可以到副本这边刷一刷，刷过了1次之后就可以快速战斗了。这款游戏极大的优点，它没有3星通关机制哦。再来，左上方综合刻印总分，在这一块啊，说白一点就是你的队长分数。前面有看到我的云无业是3000多分嘛，分数是可以叠加的。点下刻印列表，这个就是当队长你去刷出来的哦。要拉分数啊，就很简单了，把这些低分的刷一刷就行了。初期选谁当队长看个人都无所谓哦，只要好推关就行。平民队的话，敌验倒是可以考虑哦。当你解锁了格子啊，你的分数又能再拉高了。随着你的刻印不断的提高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拿到阶段性的成长奖励。然后它有绑时间的哦，也就是说你分数再高，你也是要等解锁。然后这边有出现刻印总分提升，它会出现你已经很强了，目前不需要提升，所以我就懒得打了，就先停在这里了。以我个人是无氪玩家来讲啊，我就是想要自由玩，所以就没有要求那么多啦。然后这一块啊是给你奖励的，就没有其他的用处了。再来，你的时间会有一半耗在回廊慢巡这一块哦，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选队长。要玩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看慢巡万象，左下方实验室路线，你有看到红色的字吗？你就是一个一个在过嘛，红色的字就是后面才会解锁的。完成5次蜃楼意识换乘路线，我们退出来这里慢巡蜃楼，你就要刷这里刷5次，你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它这个红色才会消失啊。所以未解锁节点啊，要透过去刷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完成相关的任务才行。像天系第4层，中间下方右边有一个常驻活动，这里就有天系了，打到第4层就可以解锁了。但是它有绑时间起来，我个人挺喜欢这样子的，就是它不会让你太干了，所以一个地方你会重复刷好几次啊。左上方可以看到我探索进度现在是50%啊，所以你要再提升，就要透过刷别的地方来养这个地方，大概是这个意思啦。这边做个简单的说明就好了。如果真的要讲，可以讲1个钟头以上，然后对于新手来讲，他会看得非常的复杂。我个人是觉得等未来台服有推出再说吧，我会把攻略放在下方留言区，我这边就以最白话的方式稍微提一下就行了。我们先进来吧。选队长之前注意看一下哦，云无月上面一个紫色的是它的属性，再往上有一个盾牌，然后再有一个框框，对不对？我讲那么多废话，最主要就是要给各位看这个框框，它是方形的，右边三角形，再来菱形，初期至少各刷1种形状。回到首页左上方点刻印列表，刻印代表就是队长，在这里你就能看到有正方形、三角形、菱形。当然有一些副本关卡它要求的队长人选就会因
因为这个形状被强制上阵了，所以初期至少各刷一个，后面再慢慢增加即可。当你选定了队长了以后，你可以看得到左方队长刻印技能，有基地的你也可以考虑优先选了。好，假设我选了三角形流凶当队长，再来就是选择你的伙伴。伙伴部分呢，就看你习惯玩什么样的队伍，玩物理队、玩属性队都是可以的。然后就看你现有角色去进行搭配即可。然后右下方可以选择，如果你要玩水雷的话，你可以选玉琪；你玩火队可以选墨红袖。点选下一步，这是记忆绕痕这一块的话，我比较推荐初期你是萌新的时候，右上方点均衡就好了，然后再从里面去改你最主要会常改的应该就是右下方了，支援者这个搭配的，你可以按照前面的强度榜绕痕搭配推荐去选择合适的绕痕。右上方可以进行刷新，有一些绕痕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刷因为受限账户等级的关系目前最高只能提升到30级而已。当你的账户等级进行提升了以后，你的绕痕就可以继续进行提升了。培养模式就是数字上的堆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赛马娘？它养成模式跟赛马娘是非常像的你初期不用考虑那么多数字高的你可以优先选，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就先拉攻击。左下方是技能，这边的技能会透过你不断的往前就会解锁更多的技能了，有一些战斗可以直接跳过的，有一些路线就是要后续才会慢慢的解锁，透过你不断往前你的评级就会一直去进行提升了。然后右上方精神负荷，这负荷越高你的属性就会降低看到了医疗，这边就可以降低右上方精神负荷，然后左下方技能库这边会亮出适合的角色，然后像这个屏障眼可以获得激励，当你完成了以后中间上方可以看得到那个格子，要跑到最右边才算结束。先退出，我们看一下角色选择，右上方排行榜，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其他玩家的刻印记录，除了可以看到绕痕，还能看到他点了些什么，那他的攻击体质、专精，他的数字是怎么拉的。右上方这边有台湾的，还有全国的，这是土豪的。要注意的就是左方是云无月的苏小又是不一样了，迪燕又是不一样了这个到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研究。剩下的地方白金穹顶这类是额外的培养训练计划或者是控制室这一块的部分稍微看一下就行了，就全部收取资源，人员安排、一键排班退出去，还有午后茶席，这边可以请妹子喝饮料，相关怎么配我有找到的攻略了，连结会在下方留言区。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商城部分以无氪来讲，因为都会存折嘛，所以用的地方也不多啦，这一块我们看一下就好了。最后就是战斗部分，战斗的话我们以属性队来做介绍好了。初期的场景是比较偏向潮湿的环境，所以更适合水队跟雷队来进行发挥那如果是干燥环境像沙漠就是适合火队来进行发挥的。那我就搭配水雷这4位上阵，剩下角色你可以在战斗中进行切换进行战斗。敌人排山倒海的时候，风在聚集。我们先使用技能元素区域，这位核心角色它可以让地面产水。走包袱前，先给您洗洗包袱。要注意，如果它是干燥的环境下，这个水是会消失的；但如果是潮湿的环境下，就有利于发展。再来，现在都是水的情况，群体攻击，你看来电一下他们，这个就是导电元素反应，有看到吗？瓦卡莎万金勇角色。他的技能可以把敌人击退，左上方可以看得到他有在叠激励了嘛，最高可以叠到200%。直言便是。当你释放技能的时候，你也可以移动，然后再点技能，同时可以做2件事竟敢对小辈下手！全部导电，然后左下方战术终端这边可以派无人机，也可以提高攻击力。这战术终端前面的慢巡有一个终端技能，就是提升这个的。然后右方瓦卡莎的大招正义技能，好吧，大范围的产水它可以让水变得更多，看得更舒爽，尤其再加上导电，那种感觉就很爽。再来右下方后备队，每一位角色技能是有次数限制的，你可以看到中间下方。是不是每一位角色有5个圈圈，然后你用掉几个技能就会少掉几个圈圈。当你角色用的差不多的时候，点后备队。当你选好角色了，我们就可以进行切换。好，他出来了再来我们用群体攻击好不好？出来让他电一下。这钱币叮当作响的声音。安静点。整个玩法部分就是这样，其实细节是非常多的所以你要透过大量的战斗，你大概才能完全记住它的整个流程
因为毕竟敌人的模式有很多种，有需要破盾的啦，有对空的啦，他们还有防护罩啊，这些在教学部分就会出现了。好戏出场，来喽，看他！再放大招，喷水。 好，你就看护盾了吧？好，护盾出现了，我们可以选一位破盾角色上阵，走到前面去，把盾给打掉。长信，我来牵制。保持警戒。这个技能，牵制。这个就是水雷队。 整个玩法就是这样这款游戏稳妥妥的90分哦，胡克玩的体验也是非常好的。由于它的丰富度实在是太高了，策略性十足哦，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没有玩过风车的情况下，很多的副本内容你要多打几场，也要慢慢熟悉它的战斗模式才行了。当你玩了2、3天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款游戏真的是做得非常好，而且是相当好玩的。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